Observation 1. 在1950年代，6个欧洲国家决定通过关税同盟来促进战后经济的复苏。但是，在1970年代，这种一体化面临挑战英国加入时的争议。英国在农业政策上与其他成员国存在较大分歧，曾一度要求重新谈判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一事件凸显了关税同盟内部政策统一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利益和主权上必须做出的权衡。Observation 2. 土耳其作为关税同盟的一员，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增强了经济发展。但在2000年代，土耳其面临一个问题，不能独立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这限制了其与快速发展的亚洲市场的直接贸易。土耳其的这一困境展示了关税同盟成员国在外交自由度上可能受到的限制，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区域一体化与独立贸易政策的挑战。Observation 3. 非洲国家在2018年签署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 （AFCTA）， 意图建立自己的关税同盟，但实施过程中，许多国家担心国内敏感产业受到打击，比如尼日利亚的小型制造业。此外，基础设施不足和跨国政策执行力弱是现实难题。尽管有这些挑战，非洲的关税同盟雄心体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提升竞争力和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普遍追求。Observation 4. 2014年，俄罗斯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领导国，因应对乌克兰的政策，面临西方的经济制裁，这导致俄罗斯与关税同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受阻，比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商品流通。这一事件表明了政治因素对关税同盟正常运行的潜在影响，以及成员国之间在外交政策上需要的协调。Observation 5. 巴西作为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积极推动关税同盟的建立。然而，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European Divergence 欧洲分歧，在欧洲关税同盟的框架下，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法国和荷兰在农业出口政策上的分歧，曾导致对南美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问题引发争议。这些分歧不仅影响了内部政策的制定，也给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带来挑战。Observation 6. 土耳其自1995年加入欧盟关税同盟以来，大幅提升了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量，但土耳其的纺织业和农业因无法与欧洲竞争对手抗衡，面临重大挑战。土耳其必须在保护本土产业和开放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这是土耳其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Observation 7. 南非作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的成员，一直在努力平衡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均和对外贸易关系，特别是在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南非不得不考虑如何保护本国的脆弱产业，同时也追求更广泛的市场准入。Observation 8. 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关税同盟中享有盛名，但巴西内部的工业化进程和对外贸易政策有时并不同步。例如，巴西汽车工业依赖进口零部件，但关税同盟内部高关税政策却使这些零部件价格上涨，影响了巴西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标签：巴西工业化、南方共同市场、关税同盟政策、汽车工业。Observation 9. 俄罗斯在其领导下的欧亚关税同盟中推动了许多与经济现代化相关的政策，但由于国内经济依赖于能源出口，这些政策有时与成员国的利益产生冲突。俄罗斯不得不在维持关税同盟的统一性和追求国内经济多元化之间寻找妥协。View. 在世界经济这场大戏中，关税同盟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剧情转折，它象征着几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姻，共同构筑起一座无形的大门，对内取消关税壁垒，对外却筑起统一的贸易防线。但这样的经济结盟是一场完美的婚姻，还是一道隐形的约束？让我们借助历史的镜头，将目光投向欧洲，这个曾经通过欧洲联盟 EU 内部的关税同盟模式，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典范。成立于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便是关税同盟的经典案例，它旨在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加强内部市场的集成。这种政策的使用，显然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融合，增强内部市场的竞争力，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
关税同盟的双刃剑效应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成员国享受到了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放弃对外贸易政策的独立性，共同对外部世界表现出一个统一的经济立场。这种经济政策的使用，究竟是对内部成员国的保护，还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隔离？可以举个例子，当关税同盟内的一个成员国发现，它的某个特定产业受到来自另一个非成员国的竞争压力时，它无法单独提高该产品的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这就需要成员国之间有极高的政策协调和牺牲一定的国家主权。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关税同盟也可能导致成员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某些产业可能因竞争激烈而衰落，而另一些产业则因为市场扩大而兴起。这种内部调整与再平衡，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微缩缩影。关税同盟作为国家之间深度经济合作的产物，其背后隐藏的成因与影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经济谜题。以欧盟为例，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关税同盟之一，其成立初衷是为了经济复苏与长期和平的稳定。二战后，欧洲国家渴望通过经济合作来避免未来冲突，同时也希望通过集体谈判来增强与其他大国的贸易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税同盟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手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关税同盟内的国家在享受合作成果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共同政策带来的挑战。例如，当全球贸易紧张时，成员国不能单独采取行动，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与外界进行协商和应对。这样的限制有时会让成员国感到束手束脚，尤其是当集体决策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事实上，关税同盟的确在历史上为成员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例如通过规模经济和市场整合，提高了整体竞争力，促进了跨国投资与贸易。但同时，它也可能限制了成员国对自身经济政策的控制，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动荡期间，这些限制可能成为经济适应与回应的障碍。回到我们的故事，关税同盟如同一桩经济上的婚姻，其间的伴侣需要学会协调与合作，有时还要学会在牺牲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就像在一个家庭中，每个成员虽有自己的梦想和愿望，但共同的家规和家庭决策往往需要大家的妥协与配合。那么，关税同盟是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政策呢？它确实推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融合和市场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政策自主性的损失。每个国家在决定加入关税同盟时，都必须在主权和利益之间做出权衡。最终，这场经济联姻是否值得，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全球经济的大潮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航道。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话题：关税同盟的利与弊，到底如何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中取舍平衡？在深入探讨关税同盟的利与弊之前，不妨先追溯一下实施该政策前的经济背景。以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为例，二战后的欧洲面临着一片废墟，各国经济状况惨淡，产业链断裂，市场萎缩，各自为战的关税壁垒更是雪上加霜，阻碍了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面对这样的困境，欧洲6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德在1951年签订了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X， 这可以看作是关税同盟的前身。这一举措旨在集中管理和分配煤炭和钢铁资源，这两种资源是当时所有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经过几年的合作，这些国家经济逐渐复苏，合作的成效也促使他们进一步深化经济一体化的步伐。1957年，这些国家在罗马签署了罗马条约，正式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并开始实施关税同盟。具体来说，成员国决定逐步废除彼此之间的关税和数量限制，建立一个统一的外部关税，并制定了一系列共同的贸易政策。这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产品可以自由流通，而对于非成员国的商品，则需要按照共同体对外的统一关税政策进口。实施这一政策的细节颇具挑战性，它不仅要求成员国之间有极高的政治互信和协调能力，还要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政策上的独立性。例如，法国的农产品在取消关税后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德国市场，但同时德国的工业产品也能更便捷地销往法国。
这样的互惠互利是关税同盟能够成功实施的关键。在关税同盟成立初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显著加快，市场规模的扩大吸引了外国投资，同时也促进了技术和知识的交流。这一时期，欧洲内部的贸易量大幅增长，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出现积极的调整和升级。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实施和经济措施，关税同盟不仅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也为后来欧洲联盟 EU 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一成功的背后，也伴随着一些成员国对于主权和经济自主性损失的忧虑和争议，这些都是后续需要在关税同盟框架内不断平衡和解决的问题。Analyze. 关税同盟作为一种经济整合形式，对社会发展及普通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关税同盟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消除内部关税壁垒，降低了商品成本，增加了商品种类，从而提高了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成员国通过集体谈判，增强了在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推动了区域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创造。另一方面，关税同盟也可能带来弊端，成员国需放弃自主的贸易政策，对外部贸易冲突或协定必须遵守共同体的决策，有时这可能与国内利益或公众意愿不符。此外，内部市场的高度竞争可能导致某些敏感或落后产业的衰退，进而影响那些依赖特定产业生计的社区和工人。总的来说，关税同盟既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整合和社会福祉，也要求成员国在主权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可能面临更加多元化的商品选择和服务，同时也可能承受产业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